或许你喜欢喂母乳，可是却不喜欢洗挤奶器、洗纯奶瓶。或许你想要通过喂母乳给 baby 最好的保护，可是你不喜欢亲喂。或许你不介意继续喂母乳，可是却不喜欢喂夜奶。或许你有另外一些我没有说到的复杂心情，可是不敢承认自己有这一种想法，觉得会有这样的心情，自己就不是好妈妈。如果在哺乳群里面说出来，甚至会被乱箭穿身。我明白，今天我要帮助你去接受自己的这一种心情。Hello， 我是 Lily。可能有一些人会不相信，可是事实上的确会有一些妈咪并不完全享受喂母乳，却还在继续哺乳。但其实谁说哺乳妈妈一定要100%喜欢喂母乳的每一个细节的呢？我们都是人啊，或许你自己也每天活在类似的矛盾之下。或许你热爱你的工作，可是却超讨厌每天上班下班的 traffic jam。或许你深爱你的先生，可是却不喜欢他的妹妹。或许你关爱你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家，可是心里面却觉得每天帮他抹身翻身的照顾会让自己失去自由。有一些妈咪觉得哺乳很累很辛苦，但还是坚持下去，是有原因的。即使你自己也是过来人，但只要不是你的乳房，不是你的 baby， 就请不要随便建议另外一位妈咪去放弃哺乳。不要去说那么辛苦算了吧，妈咪本身也要开心啊， Happy Mommy Happy Baby 啊。你不是对方，又怎么知道那位妈咪放弃哺乳接下来就开心了呢？当然你也可以反驳我说，那莉莉，你又怎么知道坚持下去那位妈咪就会开心呢？如果你真的这样问我，我会告诉你 You're missing the point， 你搞错了重点 OK？ 重点不是放弃或者坚持，重点是那位妈咪本身的心情，她本身是怎样想的呢？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这些外人去左右的事。人是很复杂的生物，人的思想说真的是很矛盾的。就拿刚才的例子来说啦，讨厌 traffic jam 的你不一定就因此辞职。如果单纯因为讨厌塞车而辞职，可能你换了一份工作，可是因为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团队或者你的薪水等等原因，让你失去了在旧公司原本对工作的那份热情，你或许会后悔为了塞车这种小事而辞职。不喜欢小姑，单纯为了小姑的态度就跟老公吵架，后来闹离婚，过后小姑嫁出去了，一段日子后让你遇见前夫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或许你会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忍让多一段日子。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家虽然累，难道就不理吗？不要以为每一个在家照顾老人家的女性都是无怨的，好像白雪公主那样一面唱歌一面劳动，她们有苦自己知道啊。问题是辛苦付出牺牲这些都不能让一个人说放弃就放弃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背负一些责任良心，更重要的是自己心里面的那一关。 Happy Mommy Happy Baby 这一句话我不反对，问题是放弃了哺乳真的就 happy 了吗？我们人生中总是有一些目标，一些我们追求的东西。我不是在说衣食住行这一些生活基本需求，我说的是一些奢侈品，比如说很想拥有某款包包、某款首饰、某款新手机，觉得买了下来拿在手里面自己就会很开心了。当你终于入手了，然后呢？真的就开心了吗？没多久又推出新的款式，你会不会觉得已经拥有的又变得不足够来让你开心了呢？当然，喂母乳的心情跟这些从物质上得到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喂母乳对每一位妈咪来说意义都不一样。对一些妈咪来说，或许喂母乳就只是单纯给 baby 喝奶那么简单的意义，但对另一些妈咪来说，喂母乳不只是喂饱 baby 那么简单。或许对他们来说，喂母乳是一种生殖权利，一种身体权利。意思就是说 baby 是我生的，乳房是我的，我有权决定我要如何喂。对于一些妈咪来说，喂母乳是一种育儿方式，甚至会有一些妈咪经历了辛苦的孕期或者产程，喂母乳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要是一位妈咪喂母乳期间有某些让她觉得很辛苦、很不开心的事，她不一定想要放弃哺乳的。或许她有考虑过放弃，可是衡量了很久，一直无法说停就停，背后一定有苦衷，才会举棋不定。这个时候，作为外人无论是劝说坚持下去，还是劝说放弃，都是很不负责任的。而且有一些时候这些劝说的背后都有一点点的私心。不要否认，我很清楚每个人都有试过这种感觉。当你成功劝说到别人跟着自己说的去做，心里面都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有些人说，坚持喂母乳的妈咪做出很大的牺牲，很伟大。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喂得那么鬼辛苦，还要继续喂，为了什么？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觉得自己很伟大吗？那如果你问我对这两种说法是怎么看，我觉得一位妈咪会坚持喂母乳，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当某样东西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你会排除万难去得到它。如果是可有可无的不重要的东西，没有人会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得到它。当一位妈咪坚持哺乳，她是不需要外人去歌颂她有多伟大的。虽然被赞了，心里会很开心，可是她并不是为了被人说自己伟大才坚持的。虽然被批评了也会难过，但是她也不会因为一些外人的批评而放弃坚持。就好像我这样，想要大家帮忙按个赞，不是为了通过赞的数量来得到优越感，而是为了想要请大家帮忙传达讯息给 YouTube， 把这个 video 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妈咪看，可以帮到更多人。爱跑马拉松的人跑到脚软，脚趾被鞋子磨到起泡，下次还是开开心心去报名。健身练肌到肌肉酸痛的人，酸痛好一些后，还是会去继续举重。每一件让人热爱的人事物，都一定会有一两样让你不喜欢的小细节。因为辛苦挣扎，就直接放弃。放弃后，你真的会开心吗？可是丽丽，难道不开心也要坚持下去吗？难道1个月好几次塞奶发炎，那么辛苦也要坚持下去吗？听我说，如果你遇到问题，不去把问题解决，放弃面对，直接逃避问题，说真的，你不会开心。或许刚开始你会有感觉松一口气，可是过后或许这个阴影会侵蚀着你。你知道吗？其实人性都是这样，当你成功克服一个问题，你会有成就感，你会很开心。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沉迷电玩，因为你每过一关就有一种优越感、成就感。如果妈咪因为塞奶发炎想要放弃哺乳，要做的不是立刻停母乳，第一步应该是去找出经常塞奶发炎的原因，找出原因后改变做法，去避免再次塞奶发炎。当你发现改变做法后，乳腺不再发炎了，也成功减少了塞奶的次数，你就已经会感觉到很开心了的。接下来再继续努力，把减少塞奶次数变成完全不会塞奶。达到这个目标后，你又会感觉很开心，比你直接放弃哺乳更开心。
好啦，要是你因为其他原因想要听哺乳，觉得放弃了会感觉轻松点，会开心，这种情况之下，我会建议你先问问自己，你已经达到了自己的哺乳目标了吗？如果你已经达到了哺乳目标，那么我就放心了，我不会阻止你停止哺乳。可是如果你是还没有达到你的哺乳目标，我会建议你先不要说停就停，而是先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啦，你 baby 现在8个月大，我会建议你把目标放在 baby 1岁的时候才停母乳。这样子的情况下停，对你的心理健康会比较好，因为你会感觉自己是在达到了一个目标后才停，而不是中途放弃。如果你说目前有某个哺乳的细节让你觉得再坚持多几个月会很不开心，还是要继续吗？那偷偷告诉你啦，我认识某个非常糟糕的泌乳顾问，很多妈咪想要问他哺乳疑问都很难联络到他的。他经常不读 PM 啦，打电话给他的话，他会不会接听也是看妈咪的运气。可是他当泌乳顾问已经超过10年，那么难联络到他，到今天也还是有很多妈咪会来找他解答疑问，也会经常听他分享哺乳知识。你知道这个泌乳顾问是谁吗？就是我。我是个 introvert， 我内向，喜欢独自一个人。有人比喻说 introvert 是每天早上醒来手上有5个金币，然后每次跟自己舒适圈子以外的人沟通就会失去1个金币，金币用完后就会感觉无法再承受了，要赶快闭关疗愈 recharge。 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是 extrovert， 他们每天早上醒来手上没有金币，每次跟人沟通就会得到1个金币，然后无上限。我害怕接电话，我也很怕跟人沟通的，我不喜欢说话。如果无可奈何需要跟人说话，虽然不至于不开心，但是接下来为了自我疗愈，那一天可能就做不到什么东西了。想做的东西没有做成，拖到隔天去，我就会不开心了。可是我喜欢帮助妈咪们克服哺乳难题。看到那个矛盾吗？不跟妈咪们沟通，又要怎样去帮助他们克服哺乳难题呢？我的方法就是做 video， 把我的哺乳知识通过 video 分享传达给妈咪们。另外，我也会把每个星期2、4、6晚上的9点到10点这一段时间预出来，让妈咪们跟我预约，在 Clubhouse 直接跟我对话。这样子由我自己预出来，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沟通方法，我 OK。所以这里我想分享的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不喜欢让你不开心的某个哺乳细节，你是可以坦诚去接受自己的这一些负面的情绪的。你可以自嘲自己很糟糕，但是同时为了让自己心理健康，要接受这个糟糕的自己同样也是可以达到目标的。你不一定要直接把放弃哺乳当作唯一的解决方法，看看有什么你比较可以接受的方法，绕过去继续往你的哺乳目标出发。或者你也可以跟我预约在 Clubhouse 聊一聊你的哺乳心事，无论你只是想要找人倾听，还是想要我给你一些建议，都可以跟我预约。预约的连结在下面 description。 如果你不开心想要停母乳的原因是因为被身边的人怀疑自己的母乳质地，建议你接下来去看看我的这一个 video， 希望看了过后你心情会好一点。今天就到此为止，拜拜。